那他会觉得说，中国是个人口大国，你这么一乘的话，那个基数太大了。那么我就说问你了，那么就说中国人是不是人？这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了。朋友们好，最近环保少女在 Twitter 上说，除非中国在大幅度改变路线，否则我们无法解决气候的问题。我发现了，现在有一个很巨大的谎言，已经洗脑了大家好多年。不仅西方国家相信，甚至中国人也相信了，就是中国人很浪费，不环保。其实我来中国之前也有这个偏见，但是去年我就发现了这个说法不对劲。我们来对比一下中国人和西方人，谁更加浪费。我来中国以后看到很多中国人出门坐地铁、坐公交车，西方国家人大部分是出门开车，中国有很多人骑电动车，西方国家大部分人是开汽油车。中国人很少开空调，西方国家人空调、暖气24个小时在开，不管是房间里有没有人。中国学生8个人一个宿舍还没有空调，外国留学生2个人一间宿舍，还有冰箱、空调、电视。那为什么中国还没有西方国家这么环保？因为中国和西方之间只差了一个 Greta Thunberg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中国路上有非常多电瓶车，其实中国现在是真正的使用清洁能源交通工具比例最高的国家。但是骑电瓶车的人认为自己骑电瓶车是因为方便或者节约钱，而不是因为环保。而欧洲人有可能一天决定骑自行车去上班，他就要告诉所有人，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。我今天骑自行车出门。如果按照欧洲的标准，中国路上骑电瓶车的全部都是环保主义者，所以中国人的环保意识还不够强啊。这张照片在西方国家关于中国的新闻和纪录片经常出现，很多西方人对中国浪费的印象就来自这里。很多中国人看到这张照片也会反思，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浪费食物？当然，我不是否认这种情况是假的，中国确实有。但是我在中国生活以后发现，中国人日常吃的饭99%的情况是非常节约的。像这种去餐厅点很多菜的行为，主要是中国的客气文化。一般一年只会出现几次，但是一些西方媒体很喜欢这种很偶尔的行为，拍下来作为证据，好像每个中国人每天都过这种很浪费的生活。其实情况是中国人吃的比欧洲人少得多。我们西方人一般主食是肉，但是中国人的菜是肉和蔬菜 mix 的。所以其实吃肉比我们少。我在 YouTube 看到一个关于环保的视频，视频里说，因为中国人吃大量的肉蛋奶，所以巴西热带的森林和地球气候被破坏了。我相信了这个视频，后来我来到中国，看到中国人一顿饭吃的肉。就这，我爷爷一顿早餐的肉都比中国人一天吃的肉多，所以中国还要怎么改呢？中国人不配吃肉蛋奶呢？除了这张照片以外，西方媒体很喜欢计算一些数字，比如说，如果每个中国人每天开车，那么地球的石油还能用几年？如果每个中国人吃牛肉，会全球温度升高多少？如果中国每个人呼吸会用掉多少氧气？说实话，我看到这些概念会觉得害怕、焦虑，而且我觉得好像在100年前的欧洲和美国听到过。那时候这个概念好像叫 Yellow Peril。Greta Thunberg 在日本到 Nuclear Waste 的时候就什么话没说。然后中国好像最近什么都没做就被 blame 了，所以发达国家倒废水在海里行。
中国人要吃肉蛋奶，住大房子不行。在这些白族的心里，他们并不是怕资源被浪费，环境被污染了，他们是怕中国人也过和他们发达国家一样的生活，会抢走他们现在的资源。而现在这些欧洲的白族对中国各种的 blame 就是为了限制中国的发展。如果真的是为了保护环境，那为什么不先从人均消耗资源最多的国家美国、欧洲开始改变呢？我现在就生活在中国，中国是限制塑料袋最严格的国家。我在中国买东西不会给我塑料袋，在中国买奶茶只有这做的习惯。中国是现在生产新能源汽车最多的国家，而且中国的生活水平现在还在提高，所以我想问一下 Greta Thunberg， 中国要怎么大幅度改变路线，才能解决气候的问题？